李强书记、龚正市长、易纲行长、会满主席，女士们、先生们、同志们、朋友们，大家上午好！很高兴再次参加陆家嘴论坛，与中外同事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交流看法。上海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，也是一个不断见证奇迹的地方。去年以来，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，上海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改革开放迈出更大步伐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新的进步。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，上海保持第3位，与第2位的评分已非常接近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金融管理部门将和上海市及国内外金融机构一道，同心协力开拓创新，共同推动上海金融业实现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。2020年以来，为应对100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，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了超级经济刺激计划。在财政猛烈扩张的同时，货币政策达到前所未有的宽松程度。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扩张将近1倍，欧央行扩张1多半，日本银行扩张超过1/4。这些超常规举措，短期内确实起到了稳定市场、稳定人心的作用，但是相伴而来的负面效应，这需要全世界各国来共同承担。首先，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普遍出现较大幅度上涨，特别是股票市场很快就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。经常爬山的人都知道，越是陡峭的山峰，上去不易，下来更难。第二，通货膨胀像约定好的一样如期而至，而且比美欧同事们所预料的幅度要高出一截。至于将要持续的时间，似乎也不像许多专家预测的那样短暂。第三，当财政支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靠中央银行印钞来支撑时，就像一架飞机在空中进入自转的漩涡，很难由自己顺利改飞出来。2008年前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只有8000多亿美元，如今已经将近8万亿美元，而且美国联邦债务与 GDP 之比已经超过2战时期创造的最高纪录。第四，世界疫情现阶段还有许多不确定性，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局部宿主或断裂的风险仍然较大。本来最需要各国同舟共济、共克时艰，但是还有少数发达国家不断制造麻烦，继续奉行所谓本国优先的单边主义，事实上首先了损害其本国人民的利益。例如，对来自中国的产品保留高关税，客观上推动通货膨胀上升更快。第五，面对美欧开闸限红产生的溢出效应，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痛苦的应对举措。俄罗斯、土耳其、巴西央行已启动加息，有的发达经济体也开始释放收缩的信号。从全球宏观经济来观察，这些政策取向的利弊得失，目前还很难做出结论。中国在强化宏观政策应对时，没有搞大水漫灌，一些国家批评中国应对政策力度不够，对全球经济恢复的贡献不足，这显然是出于偏见或误解。事实上，我们的政策力度并不算小。从货币金融政策来看，2020年银行贷款新增19.6万亿元，增速12.8%，社会融资规模增加35万亿元，
增速13.3%，这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。通过降低贷款利息和减少服务收费，去年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.5万亿元。从财政税收政策看，2020年全国对企业和居民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.5万亿元，公共预算赤字率3.7%，加上新增抗疫国债、地方政府专项债、政策性银行额外增加投入等，这些数字合计起来，与名义 GDP 之比已经超过了10%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应对政策取得了最好的效果。2020年，中国经济实现正增长，促进了周边国家和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复苏，阻止了世界经济陷入更大的萎缩。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供应了全球1半左右的最终产品，而且总体上没有提高出口离岸价格，为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如果说最发达国家大量印发的货币形成了拉动全球通胀的动力源，那么中国数亿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就是稳定全球通胀的千钧矛。为什么我们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有那么大的力度，而央行资产负债表能够保持不变呢？首先是因为党中央着眼全局的宏观决策统筹兼顾、科学合理，国务院和国务院金融委的安排指挥切合实际、精准有效。其次是因为金融系统坚定不移的整治脱实向虚现象，坚决降低内部杠杆率，同业理财、同业投资、委托贷款和信托通道业务持续减少，高风险影子银行不断收缩。第三是因为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具有特殊优势，持续多年的稳健政策使得存款总备金率保持在较高水平。与此同时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又卸下了沉重的包袱。所以和发达国家央行购买资产扩表不同，我国通过降低存款总备金率，适当增加定向再贷款，推动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发放更多贷款，与此同时引导更多社会储蓄转化为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，显著地扩大了中国和世界迫切需要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能力，推动了经济的绿色转型进程。中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，我们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，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不断增强和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。从金融角度来看，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，健全公司治理结构，加快市场化兼并重组，规范互联网平台，促进公平竞争。要抓紧推进传统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，促使金融机构能够更精准地服务实体经济，更精准防范金融风险，发展普惠金融，加强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金融服务，切实促进共同富裕，发展绿色金融，为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。发展科技金融，通过多种方式支持自主创新和自立自强。现阶段最突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进一步加大直接融资比重。在去年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中，债券和股票融资占比已经达到了37%左右，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，特别是债券市场还有很大潜力。妨碍其健康成长的一个主要短板是债券市场法治和不够健全，迫切需要让各级政府、企业、中介机构和投资者都认识到，逃废债不仅是不道德的行为，而且是违法违规，
甚至是犯罪的行为。根本性举措是加快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，真正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，确保发行方、中介机构、投资者严格依法履行各自义务，承担各自责任。经过化解重大金融风险3年攻坚战，过去我们面临的多个方面的金融风险都出现了收敛的趋势。但是防范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，我们必须居安思危，一刻也不能松懈。就当前而言，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：第一，积极应对不良资产反弹。为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施延期，预计将有一定比例最终略微为不良。一些地方房地产泡沫化、金融化倾向严重，相当数量的政府融资平台偿债压力很大，部分大中型企业债务违约比例上升，加剧了银行机构的信用风险。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，必须督促银行机构做实资产分类，加大拨备计提力度，确保能够更快更多地处置不良资产。第二，严密防范影子银行死灰复燃。我国高风险影子银行与国外不同，具有典型的体系内和类信贷特征。经过整治后，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已较历史峰值压降了20万亿元，但存量规模仍然较大，稍有不慎就极易反弹回潮。要防止金融机构再次通过交叉型金融产品无序加杠杆，对各种类信贷新花样必须遏制在初期阶段。要认真落实资管新规，确保存量资管产品整治任务顺利完成。第三，坚决整治各类非法公开发行证券行为。金融市场目前仍然存在大量名为私募、实为公募的各类产品。过往的非法集资案件，许多实质上属于非法公开发行证券。这些产品参与投资的人数都突破200人的限制，发行对象实际上面向不特定的投资者，对市场、社会和人民群众造成严重损害。一旦发现假私募、真公募，应依法予以严惩，并按欺诈发行、财务造假或虚假披露追究发行人等相关方的法律责任。第四，切实防范金融衍生品投资风险。在前期发生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案例中，有大量个人投资者参与投资。从成熟金融市场看，参与金融衍生非常不适合个人投资理财。道理在于，受不可控制甚至不可预测的多种因素影响，金融衍生品价格波动很大，对投资者的专业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具有很高要求。普通个人投资者参与其中，无异于变相赌博，损失的结果早已注定。那些炒作外汇、黄金及其他商品期货的人很难有机会发家致富，正像押注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的人最终会付出沉重代价一样。第五，时刻警惕各种变化花样的庞氏骗局。当下各种以高息回报为诱饵，打着所谓的金融科技、互联网金融等旗号的骗局层出不穷，其实质都是击鼓传花式的非法集资活动。大家一定要牢记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。要自觉提高警惕，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，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。希望出席论坛的嘉宾和业内同仁们，在就高深问题发表真知灼见之余，也能不厌其烦地
宣传这些最基本的金融常识。衷心感谢主持人的热情介绍和协助，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，祝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上新的台阶。谢谢大家。